这部从台北来的黑色 R129-300SEL 的分油盘完修引擎测试。首先大哥在整修这台过程当中是一个很愉快的经验，因为这部车子里外都非常干净，那使用里程数应该也相当少，整个维修过程都是在很干净、很干净、很愉快的环境中完成。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份盘好干净、好漂亮，因为大哥已经把内外都整修过了。那这个分油盘，因为它经过30年之后呢，它堵塞的相当严重，带油道堵塞。1分钟全油面的出油量应该在190左右，结果它平均落在130到135。那这个代表它这个是带油道堵塞。那这部车子应该是少开，但是呢，它堵塞这么严重，大哥的直觉认为可能是说它没有在这些年来没有经常的发动引擎，造成它管路的堵塞，也就是说它内部油路没有循环。大哥整修过之后呢，这部车已经跟新出厂的完全一样。那一定要记得，如果没有时间开出去兜风的话，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个10分钟，让油路循环，就好像银发族的老人家，他一定要多运动，血液循环道理是一样的。那喷油嘴的部分大哥全部都换新，喷油嘴相当糟糕，大哥有测出来几乎都坏了因为喷油嘴这个细牙的好贵，现在本来一支这2200的价钱，现在已经到2500了但无论如何，我们把它弄好了。你看它的这个引擎好安静，非常非常安静，而且完全都没有抖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完全都没有抖动，相当厉害。这引擎的状况又细，声音又细，跟新的完全一样的。那我们都了解，它这个 M104 24V 是一个一代名机，它的马力都达到226匹左右厂方的数据如果 M103 一样的排气量2600多 CC， 它只有到185。那当然是因为它引擎这个引擎它的转速也高，因为它多气门24气门，吞吐量大，那再加上分油盘的供油量，使得它的马力能够完全的发挥。那再来它的火星塞大概都已经全部都换新了。那火星塞当时是因为稀薄燃烧，整个颜色都非常偏白。那还好，我们早日处理，避免这引擎因为稀薄燃烧造成受损。那高压线大哥检查过了，但他原来交给大哥的时候，他的1、2缸刚好装反了，那导致说它引擎抖动相当厉害。那大哥已经检查过，高压线、分电盘都 OK， 大哥已经把它校正回来了，所以说引擎抖动的问题完全解决。这个加上分油盘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出油量这么漂亮，所以说它一点抖动都没有，完全没有抖动的感觉上跟新车一样。我们来看上面这3个表，最右边的是怠速马达的功率变压5伏到6伏之间，中间是因为它流量感知器已经严重磨损了，大概换新之后校正电压是大概 0.7 左右。那最左边的是它的差压阀的，因为 O2 在修正它的电流量，也就修正它的供油量，使得它的混合比燃烧是最完全的。那它的因为美规的车子都是2个汽油帮补 ，R129 都是2个汽油帮补。那汽油滤芯大概看下来，它汽油滤芯还算新，大概没有更换。
但是记得，我们30年以后的老车，机油滤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机油滤芯以后如果更换的话，要跟汽油滤芯一定要同时更换，因为我们这30年的老车不比5年、10年的老车，油箱是个污染源。那它这颗油箱大哥看它的出油量是相当不错，油箱完全没有生锈，杂质也算少但是去压器大哥把它换掉了，它去压器漏油会造成我们残压不足。大哥把它换掉了汽油泵补跟汽油滤芯大哥都维持原状，因为状况很好，我们不需要多浪费钱。那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汽油的回流量已经到 2.4， 右下角的小数点 2.4、2.6， 也就代表汽油泵补打到分油盘之后呢，从分油盘流回去的油量有达到 2.6， 代表油箱留下的油跟汽油打到前面来的量跟压力都是够的一定要在2公升以上，这是属于高标准，2.6、2.4高标准了。那再来它的因为这部车子给大哥的感觉，因为它里程数很低，整个运转宁静度、顺畅度跟整个包含车内的气氛，因为车内我都还闻到新车味，因为它一直都放在室内30年一直放在室内。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那大哥尽可能让这部车子能够有一个重生的感觉，因为它这个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大哥能做的也不多。那至少大哥把它这个就是它这个2个风扇，包含这个支架它有稍微感觉上有稍微生锈、有掉漆，大概把它稍微喷一下漆，处理一下。其他的大哥都也不需要再做什么处理了。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它的这个转速运转度我们的 M104的引擎就是吞吐量也特别大，然后呢，它的高速呢，特别顺畅，也就是说加速特别快。我们来做一个它的减速断油的测试减速断油，我们来看这个表它退油的时候它往下跑代表它的减速断油的功能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到车子里面来我们看到这个内装这个驼色内装，整个座椅都跟新的一样，还闻到新车味OK， 我们来看看美规的里程数只有23000多这很可怕的。我们来加油看，加油下油。所以它这个原厂的排气管，我看它好像是原厂的，声音很低沉，非常棒。其实以这个声音，如果以大哥自觉，大哥就不改了很低沉，非常好，很顺畅。OK， 我们看它的水温水温是80，大哥开冷气，我们的转速大概在750、800，大哥开冷气，冷气打开。就连动都不动，因为这个引擎状况好，它体力好，几乎没有感觉到它转速有改变。好，关掉冷气也是没改变。OK， 打开冷气，大哥踩刹车，入 R 档，转速大概在650。N 档又回到750、800。R 档。转速掉一点点，因为变速箱P 档，因为这部车的变速箱它跟感觉上跟新的一样，就迷应该讲说就迷就安静也没什么顿挫。好，大哥来做一个热启动，关掉电门，好，重新启动。这是开冷气状态，非常棒。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这部车给大哥的感觉就跟新车一样了。现在不管引擎内外都完全都重新了、重生。还有再来它的那个高压线的部分，刚刚大哥讲过，它1、2缸的高压线装反了，所以抖动很厉害。大哥把它校正以后，把它修正回来，然后把这个线大概再整修一下，看起来希望它干干净净的。那这部车子从这边大哥这边离开以后，因为大哥希望说每部从这里出去的车子都能够达到环岛的要求，以这部车子是没有问题。记得加95汽油，有空跑下高速公路，一个礼拜不开车，一定要发动10分钟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30年的老车要进行保养。车子最好常常开，老车不怕开，老车就怕不开。结果老人家不运动，身体所有的毛病都来了因为它的零件129零件也不缺所以希望这部车大哥建议能够把它当成公务车，天天开是最好的那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